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讲花卉写生在我们写意花鸟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的话呢，很多老师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的，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学国画，那么会认为写意画全凭想象的一种情况呢，会认为写意花鸟呢全是想象的，谁的想象力越丰富，那么画出来的作品呢也就越生动，谁的想象力越丰富，那么画出来的大写意作品那么就越棒，是吗？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呢，认为写生呢不要开始学，要什么时候学呢？要临摹，临摹到好几十年之后，临摹它好几年之后，然后呢再去写生其实呢这两种思路呢是都有问题的在科班教学体系当中呢，写生它和临摹是并列前行的它是两条线，写生是写生，临摹是临摹，但是呢写生和临摹呢你可以共同两条路线呢一起走，因为写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古人的一些踪迹临摹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寻找到写生通过观察生活得来的一些知识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一些真正的绘画原理，其实呢都在写生当中来的。古人也说过，师法古人然后呢不如师法自然这是咱古人说的一句话呀。所以说，对于写生的重要性呢，不仅是我们近现代的人应该重视起来，早在古人早在古时候，我们古人学画花鸟画学画山水也是十分重视写生的。那么我们来讲一讲写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写生的话呢和临摹不一样写生的话呢，我们不是说要对着这个画去照抄它，对着这个照片去照抄或者是对着真实的兰花，我们坐在眼前像油画一样一笔一画的去照抄，它有多少片叶子我们也画多少片。国画的写生不是这样的，国画的写生呢是找到它的根源，找到它的最根本的一些生长的规律、生长的特点以及它独有的一些特性。那比方说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是一幅兰花的一个照片也是我养的一盆。那么我来看一下，我们平常的话呢，大家会听说过一些关于绘画的一些技法性的东西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凤眼说的好多顺口溜，但是那些顺口溜呢，对于初学者来讲，第一记忆是很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笔长，为什么要一笔短为什么还要交凤眼呢？那是啥意思呢？对吧？其实呢，通过写生，我们可以很清楚、很明了的寻找到那些顺口溜的那些根源的原理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兰花远一看的话，如果说不仔细看，没有经过写生的训练，我们一看这盆兰花，很多朋友会认为什么呢？会认为这个兰花这一盆兰花，对不对？它是一颗兰花，对吧？如果说不经过细观察，很多朋友呢会认为这一盆兰花它是一颗组成的，实际上呢它不是一颗，实际上呢它是由好多颗组成的。它里面的话呢它是分层次的，看这儿是一小组，然后这边的话呢又是一小组，这边又是一小组。那么每一小组的话呢，兰花的叶子基本上每一小组，也就是每一小颗，基本上呢是由3到5片叶子组成它并不是一个根部长了好多片叶子，对吧？通过写生我们可以了解到聚散的一个变化，就是一笔长两笔短，三笔呢交凤眼。看这个总结的规律，三笔画出一片兰叶是这么来的，3片叶子组成一小颗，也是呢一盆兰花的基本组合形态。当然呢还有什么两边再加上2小笔那个顺口溜，那么加上这2小笔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正好是5笔正好是5笔组成一颗兰花。那么我们通过写生观察之后，当你通过写生观察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一颗兰花它真的是3到5笔组成的一颗兰花。所以说这些顺口溜它不是凭空想象的，并不是让大家为了记忆方便而说出来的顺口溜，而是呢真实的自然界当中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说呢，后面我们讲到兰花的时候啊，会详细的去拆解这个兰花的具体的结构。那我们只是呢举这样一个例子，写生的话呢，大家注意不要对着照片去照抄。这个叶子有非常多，我们国画的写生呢是寻求其中原理啊。第一个原理我们拆解了一下，就是说呢它的一个长短以及破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些原理我们都知道，看过我画画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画蓝叶子啊，经常是什么样的呢？经常是这样画的，一片蓝叶子啊是按下去粗一点啊，然后呢这儿啊细一点，然后转过去之后啊又粗一点，是吗？它是有粗细的变化，一片叶子上面有粗细的变化。那为什么要有这种粗细的变化呢？我画的时候为什么要有粗细的变化呢？我直接把它画成一根直直的不行吗？没粗细变化不行吗？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兰花叶子啊，它也是存在粗细变化的。看这片叶子这儿是细的，然后到了这儿之后呢变粗了，变粗之后又细，对不对？它是有这种粗细变化的。真实的自然界当中啊，真实的蓝叶子它也是有粗细变化的。那么我们看到它的粗细变化了，我们就要分析它。写生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抄它，而是说呢分析它为什么粗，为什么细。我们来看一下，这儿作为一个转折点存在啊，底下的部分呢，下边部分啊，它是什么样的呀？下边的部分它是细的。为什么细呢？因为这片叶子是侧面看到的，它看到的一片侧面的叶子，所以说它非常细。那这边的话呢，为什么粗呢？是因为这边的叶子呀，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正面，所以说呢，它的叶子很粗。那我们通过写生，通过观察之后，我们就知道粗细的原理啊，原来是来自这儿的。如果说我在课上，包括一些老师讲啊，用笔要有粗有细啊，要有提有按，然后大家呢，往往画的时候啊，就会一下粗一下细，一下粗一下细，这样画，像豆什么地方粗，我什么地方细呢？不明白原理。那我们通过写生的学习，大家就很自然的就清楚了，什么地方要细呢？转折的地方，侧面的叶子要细，转过去之后正面的叶子要粗。那还有什么样的？比方说我们再找一个更加明显一点的，像这片叶子，它非常的明显。这边是什么样的？这边是粗一点的，看到的是正面。这儿的话呢是转折的点，大家注意啊，转折的这个点非常的细，变得非常非常的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画的时候怎么画呀？这儿用笔要按下去要粗一点，然后呢从这儿，因为它有了一个方向，按理说这片叶子应该从这边长是吗？但是啊，咱不让它从这儿长，让它呀稍微有了一个倾斜角度，方向从这儿变成了朝上方，是吧？发生了一个角度的变化。这个细的地方，用笔非常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转折的地方才细啊。我们分析，我们学写生，就是学的这些真正的绘画原理问题啊。这个呢，只是兰花的写生，当然其他花卉的写生呢，还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在当中。想要把一幅作品画得非常生动，那么一定要结合生活啊，源于生活才行。艺术嘛，要源于生活，最终呢才能高于生活啊，包括这些，对吧？然后还有啊，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啊，包括这些都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儿的话呢很粗，越来越粗，转到这儿之后它变得非常细，因为它是转折的地方啊，对吧？它转折的地方，所以它才细。我们用笔的时候呢是粗一点，然后呢提笔细，然后呢又粗。细的地方在哪儿呢？细的地方在转的地方，而不是像啊，有些老师说啊，怎么练习蓝叶子呀？提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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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画，直直的转上好几个弯，它不符合自然形态的。它最多，即便是一根兰花，它有这种状态，那它也就是这儿转一个弯就足够了，它不会说直直的一根兰花叶子，它转上这么好几个弯，兰花叶子它不会形成这种状态。因为兰花叶子相对来说是比较硬挺的，
我们写生观察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考虑到兰花的它的一个精神问题啊，它的一个给人的一种感受问题。因为我们写生不仅是看它的表象，不仅是看它哪儿粗哪儿细，而且呢还要感受到兰花叶子它一个内在精神。我们通过触摸，因为我们写生嘛，我们是触摸这个兰叶子的，触摸到兰叶子之后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兰叶子是非常硬的。它和那个小草啊，你看兰花是不是感觉它不开花的时候跟小草差不多，但是和小草又区别很大？为什么呀？小草的叶子是非常软的。那通过我们写生观察生活之后，当大家也养了一盆兰花，那你去触摸它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叶子是非常硬挺的啊，非常非常硬挺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我们用笔是不是应该更硬一些啊，更直一点啊？画的时候，你像这些兰叶子，从这儿转过来之后，从这儿这样转过来之后啊，歘一下直直的线条，这个线条是偏直的，对不对？这个线条整体是偏直的。这边也是一样，整体线条是偏直的，只不过呢，这个转折的地方啊，它有一个小弯曲的感觉。那我们和画小草有什么区别呢？像我们如果说观察小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小草它是软的啊，它是弧线的，它整体是偏软的。如果说你再去观察水草啊，你看水草的话呢，它那个水草呀，它更加软啊，它那个水草更加软，因为它还能在水中飘动嘛。它更软，它和兰叶子更加不一样，都是草本的，但是差距却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生活的时候嘛，写生的时候啊，不是说单纯的看它哪儿粗哪儿细，单纯的看它有多少片叶子，而是说呢，把它这些内在的精神啊、内在的特点，以及呢，结合我们用笔和用墨的一些理念啊、粗细的变化、提按的变化，进行高度的概括、高度的提炼。提炼完之后，才能真正的掌握其中绘画的原理啊。当然呢，我们先了解写生的一个重要性，后期的话呢，不同的题材我会分解教到大家的啊。不同的题材都有不同的一些写生的方法以及写生的习惯。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像我们说啊，国画要临摹，临摹很重要的，临摹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要说写生重要，然后就把临摹给忘掉了。临摹和写生同样重要。那我们写生呢，更多的呀，写生是为了研究其中原理。那么写生之前的话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多观察一些古画，多看一些古画。那么当你欣赏眼光啊水平提高了之后，你知道一些古人的作品，哇，好生动啊，好漂亮啊，这个小画好漂亮。你要先知道它漂亮啊，他先知道这个作品非常漂亮。那知道漂亮之后，我们就要分析它原理啊，它为什么漂亮，对不对？你像这个小兰花作品，这是谁画的？郑板桥画的是吗？很漂亮的一幅兰花。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它，那这个画为什么漂亮呢？对吧？我们要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会临摹，包括学老师的课之前啊，大家好多也在一板一眼的学得非常认真，临得非常认真，但是就是临不出这个效果。为什么临不出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这些兰花叶子呀，它不是随便乱长的。它这些兰花的叶子啊，我们来观察它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部分写生，对不对？我们通过写生知道了原理。我们看一看啊，郑板桥先生啊，他是不是也运用了那些原理？他这个是一棵画了好大的一棵花啊，好大的一片兰花。那我们细看它的这些根部，它这边一个叶子啊，两个叶子，三个叶子，四个叶子，是不是一个根部画了5片叶子啊？啊，我们再来看一片，看这边也是一个叶子，两个叶子，三个叶子，四个叶子，5个叶子，是吗？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有趣啊。通过写生，你才能了解到其中的原理啊。原来郑板桥先生是这样画的，他每片叶子基本上都是看1、2、3、4、5，是吗？啊，当然这儿他还加了一笔，6笔是吗？啊，这儿的话呢，看1个、2个这个当然是属于这儿的。它总是画这么3到5片叶子左右，有些画5片，可能有些呢画了6片叶子，对不对？有些呢
看这边1个、2个、3个、4个，对吧？它都是这样几片叶子组成一小颗，而不是说呢，你像我们很多人啊，看到这幅画之后，如果说没经过这样的分析，不知道其中的原理，那么很多时候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很多初学者，然后看到这样一幅作品就觉得好乱啊，然后呢，画的时候怎么画呀？刷刷的这样画啊，看着好像很潇洒，看着好像很舒服，然后呢，这根部平的、齐的，它没有聚散变化，画出来之后呢，都是一片的感觉，它没有聚散的。那我们其实仔细观察生活之后，仔细观察它这个作品之后呢，它是有聚散的，每一个根部都是这样潇洒，每一个根部都是这样的，对吧？都是聚在一个点上的啊，但是它不是聚在一个点上的，它这个根部它是整体的感觉像聚在一个点上，对吧？它是有穿插的啊。当然，我们讲到兰花的时候，会着重讲到这些内容啊。它为什么画的生动呢？为什么感觉它的画和你临出来的不一样呢？对吧？和你临完的作品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在这些细节上啊，细节决定成败，对不对？那这些细节怎么来呀？干巴巴的去照抄，干巴巴的对着这个细节一笔一画去临不出感觉。我们临的话呢，我们学习就要学到其中的原理性，其中的方法性。因为真实的兰花，对吧？真实的兰花根部呢，它就是长这样的，一个根部基本上就是3到5片叶子组成啊，基本上就是3到5片叶子，看，全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和我们古人画的郑板桥画的一样啊？所以说啊，郑板桥先生呢，他画兰花画的好看啊，他一定种了非常多的兰花，他一定是经常看兰花，他才能画的那么生动啊。我们如果说也想临出他那样的作品，对吧？想要和他画的非常的接近，那么你不通过写生入手是很难，干巴巴临摹很难临出这样优秀的作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临摹也同样重要啊。我们讲写生，临摹我要再提一下，临摹同样重要，为什么呢？临摹会感受到它的一个画面的一个整体的气势。他画的这幅啊，它是写生的吗？它也不完全是写生的。他通过写生的原理，再经过自己的笔墨的融合，再经过什么呢？再经过高度的提炼以及加工，才画的这个作品。那临摹呢？我们学的什么呀？学的他一个用笔的感受，学的他一个构图的方法啊，对吧？学的它这些线条的组织、线条的穿插，以及呢这些笔墨的变化。那兰花的话呢，兰花哪有墨色的呀，对吧？但是古人你看板桥先生啊画的这个兰花，它就非常生动。它这个兰花画的呀，墨色非常浅啊。看，通过临摹，我们可以快速的掌握住这些墨色深浅的一个运用，以及呢这些用笔的一个感受，这是快速临摹可以做到的啊。但是呢，整体的一些想要把它整体画得非常漂亮啊，单靠临摹不行，单靠写生也不行，两者要同步进行才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细分析它一下，再来细观察它一下。像这些地方，这儿是细的提笔画的，对不对？这边也是提笔画的，还有什么呀？你像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不是更加细一点啊？看，像这些地方稍微轻轻的提笔的动作，包括这边也是提笔。那我们看一下，他画这个兰花提笔的地方，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叶子转折的地方，它是提笔的，对不对？粗的，然后呢提笔，细的，又粗又细，粗的、细的、粗的、细的。它都是有这种粗细的变化呀，它是有规律性的，它不是随便的粗细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它，我们要临摹它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写生去临这个画，才可以临得非常漂亮。因为你知道了原理，你在画的时候呢，不用一笔一画的去对着它照抄。你在临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学会了写生之后怎么临它啊？临的时候呢，结合我们写生找到的原理。临的时候呢，不用一笔一画的去临它，仅需要找到什么呢？我们临的时候读画，对不对？他画了几颗呢？啊，这儿画了一颗，这儿画了一颗，是吗？这儿画了一颗，哎，画了这么4、5颗兰花。然后呢，
他画了哪棵兰花最高呢？你看这棵兰花啊，叶子有2个最长的啊，这个叶子呢，哎，3个叶子最长，4个叶子最长，5个叶子最长，是吗？其他的都是比较短小的叶子。其他都是比较短小的叶子，整体的一个兰花叶子呢都是向下垂的，偶尔呢有这么1、2组啊是向上撇的。那我们啊临摹的时候也不是干巴巴一笔一画去照抄，而是也是在寻找规律，也是在寻找它的特点。这几片叶子是长的，我们要记住它，因为这些长叶子呢往往是体现出一幅作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气势啊，一个势。那么一些小叶子，我们要不要一笔一画去临啊？他画了多少笔，我们要不要一笔一画去照抄呀？不用的。像这样的作品啊，不用一笔一画去照抄，而是呢把它一个大的一个势给它画对了。像一些小叶子是吗？根据自己的一个心情，根据自己的一个感受，根据你当下你自己的一个画面状态去画就行，随意去添加啊，不要去照抄。你照抄是照抄不来的。包括郑板桥啊，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可不是干嘛？他可不是很认真的在画，他是随意画的，他是非常随意画的。像他这些小线条，他并没有考虑那么太多，他是很随意的。所以说他画出来作品生动。我们画的时候呢，学也要学到他这种生动的地方。这种生动啊，不是靠死记硬背、靠照抄得来的，而是说呢，把这个原理弄懂之后，自己在画的时候也要这样随意去画才行啊，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关于写生啊，我们通过兰花啊去分析了这个写生的一些内容。那么关于写生方面的话呢，我还想再说一下，就是说，一定不要对着作品去照抄。但是呢，又不能脱离开一定不要对着大自然去照抄，但是呢，一定不要脱离开自然。就像齐白石老人画的一些大写意的作品，大家去观察一下一些齐白石的一些作品当中一些大写的作品，大家去看一下，我给大家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写意的作品啊，这个是齐白石老人的一张这个莲蓬啊。那么我来看一下，好多老师啊，包括那个就是不太专业的啊，那么可能会认为大写意教大写意，一些老师一些画家会认为大写意呢是全凭想象的，并且说呢画大写意啊，画会了大写意啊，那你就很厉害了。实际上啊不是这样的。齐白石的成就之所以这么高啊，不是说他想象力很丰富不是说他想象力很丰富也不是说他笔墨语言，对吧？他笔墨语言当然没问题，当然非常优秀，非常精湛其实齐白石的大写意之所以这么生动，之所以这么有名，之所以很多人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作品呢很生动那为什么很生动呢？好多人搞不懂这一点如果说没细研究过那么好多人呢是搞不懂的。包括你像近现代的一些李苦禅一些潘天寿对吧？好多大写意的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特别善于观察生活，他们的写生功夫是非常深厚的非常厉害的写生。他们的写生呢，就像我刚说的不是对着原作去照抄，而是说呢，总结其中的原理总结其中的规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齐白石的莲蓬。如果说我们看这幅画会觉得这个画是啥？这个画就是2个小莲蓬，一个侧面的，一个偏正面的，也就完事儿了。那么我分析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细节，这是他画的小莲蓬那么我来看一下他的小莲子。他的小莲子不是随便乱画的现在好多画大写意的画家他画莲蓬也学齐白石，但是呢他没学到点上他没齐白石那个写生功夫，他学不像。好多人画莲蓬是这样画的，随便乱画画的满满的，然后呢挺唬人的。如果说呢不懂的不太专业的说，哎呦这小莲蓬画的也不错挺有意思的嘛，对不对？还不错，挺好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齐白石画的这个，他不是随便乱画的。这儿是一个小莲蓬，这儿是一个，这边一个这个小莲子
他是画了一圈小莲子，非常的规矩啊，非常的有特点，非常的有一个规律性啊。然后呢，里边2个小莲子，对不对？它不是随便乱画的吧？我们把它擦掉，我们来看一下，它不是乱画的吧？是不是感觉到齐白石画的这个莲蓬，它并不是乱画的，它是非常的具有规律性的。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莲蓬啊，真实的莲蓬是不是长这样的，对吧？只不过呢，齐白石老人把它归纳起来了。你像这个真实的莲蓬，它还有一些凹凸的变化啊。你说齐白石看到了吗？他一定看到了，只不过呢，他大写意他不想突出这个特点啊，他不想突出这个特点而已。他画的这个小莲蓬，我们来看一下，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呢，中间这些小莲子。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啊，这些小莲子需要画7个吗？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啊，还真是7个是吗？这个小莲子啊，不一定画7个啊，就是说画的时候呢，比方可以画5个，可以画6个。那么它的一个整体的规律，就是说呢，它是一圈一圈生长的，对吧？它是一圈一圈的。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大的小莲蓬也是一样的。一圈啊莲子在外面，一圈莲子在内侧啊，是不是一圈莲子在内侧？看这个小莲子，它就是1、2、3、4、5、6啊，6个，中间呢1个，它是一圈一圈生长的。所以说啊，我们在画的时候，当你通过写生观察生活之后，你在学齐白石的时候，你就能读懂它。你在画的时候，你也就能画的和他一样的生动。1、2、3、4、5、6、7，中间画上2个，又简单，然后呢又生动，又有效果，又贴近自然，又贴近生活啊！你像你如果说画上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你去让一些养荷花的人去看，他不懂绘画，但是他看到你的莲蓬，他一定会说哇，你画的真生动，你画的真生动哎！他知道真正养荷花的，专门养荷花的，他知道的。他说啊，你这个画的真生动，画的真像莲蓬啊！这就是写生得来的。不通过写生，你干巴巴的去对着这个画去看，你是找不到这些规律的，对不对？干巴巴的照着这个画去看，你说啊，他就是画了一个圈，然后里面画了好多小圈，然后呢，对吧？看不出来啊，不知道真正的好在哪儿。所以说呢，齐白石其实特别善于观察生活，他特别善于写生的。你像他画一些大虾啊，就是一些他的一些小故事里面啊，就经常提到，经常呢，他画水墨大虾很有名啊。他画大虾的时候啊，他是养大虾，一养就是1年，一养就是半年啊，一年半载的就养着大虾，每天都看这个大虾水里面游动的姿势。啊，看这个大虾在你那个沙地上爬动的一个姿势，是吧？啊，看这个大虾须往前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虾须这个大虾停止的时候，那么虾须又是什么状态？对吧？观察的非常仔细的，所以说呢，齐白石的作品它非常生动啊。其实大家印象当中，齐白石是花鸟画大师，大写意的大师。其实呢，齐白石画这个工笔画，就是那个监工代写的作品啊，他画的一样优秀啊。监工代写的就更需要对这个结构的一些把控了啊。监工代写的很细致的一些内容啊，你全靠戏它是画不出来的啊。他特别强调对生活的一个把控啊，结构的一个把控，对不对？哎，所以说齐白石他画的作品生动是有原因的。非常具有生活气息啊！再有齐白石，他画山水也很棒，他不仅仅画花鸟很厉害啊。其实历代的大师都这样。你像我们熟悉的一些近现代的吧，说一些近现代的，你比方说齐白石是一个什么，任伯年也是一样，他不是花鸟很厉害，任伯年的人物非常厉害的，任伯年的山水也是独树一帜的。徐悲鸿啊，拿徐悲鸿来说是吧？徐悲鸿他更加主张写生啊，他画的马很厉害的，但是
他画的这个人物他画的花鸟也是一绝当然，徐悲鸿的一些画风的话呢，可能有些人确实是不太喜欢就是因人而异嘛。我们学到的是人家的优点不要老盯着缺点看。学习嘛，把优点学会，不喜欢的地方呢，自己学的时候呢可以过滤掉避免掉，对不对每个画家其实都有优缺点这样的。包括比方说黄宾虹先生画的山水也是，好多大师的画呢都是取法自然的再往古里面说，唐伯虎是吧？唐伯虎先生唐寅是吗？也是一样的，他不是说只单单局限在人物画厉害，他画美女很厉害，他画的山水非常厉害的，他是名四家，对不对他是画这个花鸟也不错花鸟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得益于观察生活，因为生活当中不仅仅有好看的花鸟，不仅仅有好看的人物还有好看的山水的，对不对？那一个画家如果说画到真正热爱生活，真正懂得写生，真正喜欢生活的话，那么他不会局限在某一个领域。你说我只喜欢荷花，我一辈子只画荷花，那样其实没有意义的嘛，那路就太窄了你只局限在一个领域的没有意义的。你画上一段时间，你自己会觉得很烦躁。你看到牡丹那么漂亮，但是你却画不出来，对不对？很难受的。所以说，当你画的熟练了之后，一个题材掌握住之后，你再看到别的美的题材的时候呢，你也同样会把它分析它，会研究它，同样可以把它写成的非常棒的。就是这样的。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花鸟的写生呢，不是写生的这个照片的本身，不是写生的这个物体的本身而是说呢，让这个艺术不再蔑视这个自然的一个真实是要强调更多的面对自然和自身的这个艺术道路要踏踏实实的走出来，就是要走进去，走进自然，再走出自然，对不对？要学会首先要怎么样？要这个基于自然，对不对？要源于自然，艺术嘛，要源于自然，首先要源于自然，然后呢，再去谈高于自然的事儿，不要一上来玩大写意直接高于自然了，那基础不牢固嘛，没有办法去创作的。那这样的话，踏踏实实走出来之后呢，会创作出一种新的花鸟的语言对于花鸟画的发展呢，是有一个会取得一个支配性的一个力量的。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好，天南地北的花这个鸟都能看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花鸟画其实很有优势花鸟绒花早上花朵不一样，中午花朵颜色不一样，晚上花朵的颜色还不一样。所以说呢，花鸟的这种生机呢，是可以成为我们心灵最亲密的盟友希望呢大家在之后的学习的过程中呢，都能把咱这个临摹和写生呢，一同进步一同呢把我们的一个最美的一个花鸟的一个世界通过自己的一个画笔呢，把它表现出来写生我们就讲到这里，后期的话呢，不同的题材我们再细讲它细拆分来讲这些。